我那个时候得到启示就是，不是这个男人爱我，是老天爷大自然他在告诉我他爱我，我要用这个爱去做什么决定，我自己决定。但是我收到的讯息，因为那个时候我是感觉我回到了旧有的剧本里，觉得自己没有人爱，但事实不是这样的。事实上我男朋友对我很好，但是我就是不断的会有情绪闪回，就 emotional flashback，会不断的因为小小的一些事情 trigger 到我那个不值得被爱，我不会被我爱的人爱，就是那个老的剧本里面，然后我就会陷入那个剧本里。如果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拒绝看到所有证明我其实是有被爱到的。然后那个时候大自然就会很贴心的给我所有你被爱着的证明。如果一个课题在你生命中出现，你回避它，不去理会它，不管是你去分手了，还是辞职了，还是换个城市工作了，就是你逃避它，不去处理它的话，它会反反复复的在你生命中以不同的方式不断的出现来挑战你。可能今天是感情，明天是事业，后面又变成身体了，因为你会躯体化你的这个不管是不自信呐，还是没有边界感呐，任何课题你不去处理它，它就不断反复的去挑战你。并且同样的，如果你处理好它了，就像你这个故事，他就告诉你处理好它之后，你本来以为只是一个情感的问题，但结果它除了情感之外，它还可以是事业，它还可以是身体健康，可以是方方面面。一方面好，整方面都好；一方面差，整方面都差。大自然母亲比我们强大多。就我们人类在做这些所谓不环保的事情，这些环保是环境保护嘛？其实这个环保词本身它是有misleading 的，它是有误导性的。因为我们做的所有这些，更仔细一点来说，就更确切一点来说，我们做的是自残的行为或自杀的行为。现在我们处于第6次生物大灭绝期间，有很多的生物正在因为人类的贪婪跟污染而疯狂的灭绝，这个是比所有过去自然的灭绝都要快很多的。对这些动物来说，动植物来说，一点也不公平。但是很多人会说，那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对，他可以认为没有关系，但这个就是多米诺骨牌。当一个人没有意识到我们跟万物之间的链接的话，他不会管这些。如果我们意识到最后我们做这些是为了自己的话，我觉得只要每个人愿意去跟自己的内心链接，其实到最后环保是一件很灵性的东西。我其实这么久以来，过去10年我都是在致力于心灵的环保，就是我们怎么样心灵环保。对，就我们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去对自己说话，我们潜意识在对自己说什么，我们怎么看待自己，这个是最重要的。哪怕我们怀着对全世界的爱，但我们不爱自己，我们贬低自己，我们容易去很苛责自己，就心灵上不环保，我们投射出来，创造出来的依然是对这个世界有害的能量。所以到最后回到最后兜兜转转，还是最重要就是爱自己，把自己爱回来。这样子，你无论做的事情是不是直接的跟环保有关，你都在为这个世界做最大的贡献。Nature 就是自然，它也是本性的意思，所以回归自然就是回归我们的本性。Hello， 大家好，我是 Shayna， 欢迎收听我的播客节目《爱与自由》。这是一个关于海外生活和心灵成长的轻松且深度的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呢，是大自然教会我们的那些事。因为在这个节奏巨快、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真的越来越少去停下来聆听大自然的声音。那这期播客我也邀请到了一位老朋友了，她就是长居在巴厘岛的女性能量导师普普。她目前在欧洲旅行，她喜欢称自己是大自然的爱人，因为在她眼中，大自然不仅仅是美丽的风景可以去欣赏，它更像是一面镜子，一位良师益友，甚至可以说是生命中最深的知己。那在这期播客当中呢，普普也分享了各种与自然连接的灵性体验和如何运用大自然的智慧，帮助自己看清真相和做出人生中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决定。更特别的是，我们还探讨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心灵环保。听完这期的播客，你就会理解为什么爱自己就是爱自然，爱自然也是爱自己。大家好，我是普普，我一般会称自己为大自然的女儿，或者说其实我最近觉得更贴切的是大自然的爱人。我觉得大自然是我永恒的爱人，这个是从我初恋
19岁初恋的时候感受到的一个很真实的东西，或者说宇宙是我的爱人。然后但是宇宙我更感觉到宇宙的时候，就是我在大自然里的时候，看到星空啊，看到海洋啊、山川呀、冰川啊。嗯在森林里啊，就大自然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存在，它不一定要去到荒野。当然，荒野是我感受最强烈的地方，但大自然是我最能够做自己的地方，就是这种自由、这种回归自己的本性的感觉，对我来说是最接近爱的一个存在。所以我是感觉自己永远被大自然爱着，我也非常热爱大自然。然后我们之间这种爱是我人生当中体验过的最大的、最强大的力量，它比我跟男人、跟我孩子、跟我父母的关系都要更加的重要。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跟大自然这种爱，它决定了我人生当中很多的选择。包括我的嗯生孩子的选择，就我做所有事情是希望以更回归自然的方式去做的。我的思想是以归野为这个哲学，所以我生孩子是自己在家里，没有医院的，没有护士医生的这个干预下生。然后我养育孩子也是在自然里面自然养育，没有上学。他唯一上过2年学是绿色学校。然后我自己生活也非常的就是返璞归真吧，跟我的名字一样，就比较回归到自然。所以自然是一个在我的自己的身体、我的思想、我的情感里面，它都是一个最重要的存在。我也是没有了大自然是不能活的那种人，就是我要非常我的身体跟头脑跟思想都要非常的接近自然。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毕生的使命吧，或愿望，也是希望成为大自然的一个传递者，他的智慧，他给到我的爱这种传递者。然后毕生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跟自己的身体链接、跟大地链接，去获得这种源源不断的爱跟力量，还有智慧。因为身土不二嘛，就大地就是我们的身体。所以的话，我基本上过去这1个月都在大地，就是刚好暑假我来了欧洲，然后我就是每天都在各种荒野，阿尔卑斯山各种雪山冰川旁边，就是在跳舞啊、冥想啊，在感受他跟我说的讯息等等，这就是我的生活状态。或者在巴厘岛的时候也是类似这样，反正每天我一定都要有跟大自然在一起的时间，做任何决定，包括我自己课程定价，我做任何的事业上的决定，或者是亲密关系的，我都会去问大自然，我都会跟大自然对话，然后它也永远会回应我。有时候是一个很小的回应，有时候是很大的回应，小到一阵风、一只鸟，大到用这个火山爆发、地震跟极光来回应我。就是我跟大自然的关系是很神奇的，对我来说，但我相信这对每个人都是，就是他们只要用心去倾听，他们都能收到讯息。所以我对今天的聊天也非常的期待，就我希望能尽可能把我过去这么多年下载到的大自然的信息传递给大家。这个太神奇了！刚才听你讲这个，我就已经冒出来上千个问题了。首先，我的问题是你刚才先第一个问题是你怎么用大自然帮你定价？我知道这个问题好俗啊，但是这是我特别好奇的。就是我会在大自然里冥想啊，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冥想，但是在大自然里冥想，那个能量你收到的讯息是不一样的嘛。就是嗯对比起在一个没有新鲜空气的、没有树木，我是能感觉到每一块石头、每一条河流、每一棵树、每一个场域，在大自然里它是有能量、有智慧的，它是有思想的。然后我会嗯感觉到，在这些地方，它给到我的讯息是完全跟我在一个现代都市的石子森林里冥想得到是不一样的。我会听到他们的这个声音，所以的话，我会觉得说，我经常在大自然里，无论我是冥想还是去散步，去大自然里散步，只要我带着一个问题去问，他永远会给到我一个答案。那我自己定价，一般我是冥想的时候去，让这个数字自己出来，然后就哪个在我的身体里感觉是舒服的，可能没有任何逻辑的原因，不是说啊888或者什么5200什么，就是这些，不是这些，1314，对，不是这些，更多的就是一个数字它调出来，然后它在我身体里面感觉是舒服的。我会询问大自然，尤其是在我之前我说过我不是破产负债百万的时候，我也去问了大自然，就是说哦，我之前是个财富导师，那我现在都这个样子了，我一夜之间账上从千万到负债百万，我还能去收这么高的价格吗？6万多一个人。我会对自己的价格不自信啊，或者是我在想要提价的时候，
想要去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我都会去问一下大自然。其实就是它就会给我一个答案，就那个答案是通过它在我的身体本身吧，我身体也是自然嘛，我的身体的嗯，感受去给到我一个很好的反馈。我在想你说用大自然定价的时候，我在想，不是说我在冥想的时候，我说这个价格如果对的话，你就飞一只鸟过来，或者是落一个落叶下来，让我知道是这样子的吗？不是。也会，有时候我问一个问题，我确实是需要一个很确认的答案，是或否，那我就会要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东西，例如你给我一只鸟或一个动物出来，或者是你在接下1分钟本来是没风的，你要给我一阵风，让我知道这是一个是，我也会问这样的，对，然后这个还真的发生过。每一次都会发生，每一次都会发生。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你就是想要一个大自然给你一个具体的反馈，然后这个就来，然后是一个很惊讶的一个 moment， 一个时刻，让你记了很久，让你觉得很奇特的。我知道可能对于你来说都已经稀疏平常了，但是对于我这种没有和大自然有过这样紧密链接的，就是从来没有向大自然问过问题的答案，也从来没有得到过回应的人，听到这样的故事，我会觉得很神奇，就是想听听你具体的有没有什么大自然给你具体的反馈，而不是说我知道这个聆听身体的智慧这一点，我目前也在做这样的一个功课 somatic practice， 在加州这边也大家都玩的比较多了。但是跑到自然里面去问大自然一个问题，然后大自然还真的给你实际的有回馈的，我还没有听过这样的具体的案例，你给我讲一个具体的小故事。就是我讲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有一天晚上，我跟我男朋友很想分手，其实没有具体发生什么大事啊，或者是争吵，就是我自己突然有一些旧有的模式，一直以来的恐惧跟旧有的剧本出来了。然后呢，又没法说，就我觉得我没法说，但其实是可以说的。我们后来也聊了，但是那一晚我没法说的时候，我就跑到海边去。就他睡着了，我爬到海边，我们在海边小木屋住着，然后我就在海滩里，漆黑一片，没有任何人，周围是红树林。然后呢，我就在漆黑里待了很久，大概待2、3个小时，都是黑的，天也是黑的，海也是黑的，周围都是黑的。我就问大自然说：“我说，如果你觉得我应该离开这段关系，请给我一个提示，可能是一个异常的现象，例如给我出现一个光，给我出现一个有声音的或者是有动作的东西，因为那个时候是晚上凌晨1、2点，非常的黑，非常安静。然后我说，接下来1分钟之内，你要给我一个答案。如果是答案是的话，你要给我一些动静。然后结果没有。然后我后来就是等了五分钟吧，本来1分钟等了5分钟，我还挺想他说是的，因为这样就好让我顺理成章的就不用再继续这个痛苦了。因为对，我在这段关系就要面对自己旧有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很痛苦，就不想面对的时候就觉得逃走就好了。结果好吧，我说那你觉得我该留下，你就给我一点光或者是什么一点动作，一个动物或者什么一点动的东西吧。结果1分钟之内，一个船。我不知道是谁凌晨2、3点会出海，很少见，就一个船咚咚咚的一个很亮的光，从很远很远一下子过来，然后照到我脸上，然后它飘过了。OK，太明显了。接下来好像还不够，又来一只鸟，那只鸟在我面前飞啊飞，盘旋半天，虽然很黑，我还是能看到它。后来好像还不够明显一样的，就是在天空放晴之后，大概4、5点左右吧，就天空开始亮了。我在离开之前，其实我还没有下定主意，我就算看到了很明显的事，我还是没有下定主意。我又突然跟老天说：“哎呀，最后了，我要得回去了，我太累了，你再给我一个明显一点的讯号吧。”结果呢，我突然发现这个天好美啊，然后抬头看了一下天，然后呢，看到诶，这个云好奇怪呀，有一个 U，就是字母 U 的一个云，就很少见，对不对？就是 就一般 you U 这样子的 U 型的，那他是不然后我就是有一个想要说 you？I don't know，like 有的时候我们看对，这然后我就些东西都是 symbolic。对对，然后我就看 U 这个云好神奇啊，然后
然后我又发现这个 you 旁边呢有一个 L 型的云，就是这个 L，就是代表 love。对，然后我又再往它旁边一看，就很神奇，我几乎都觉得这个说起来就像小说一样。然后有个 I 型的云，就是 I love you，就 I love 哦，you。我真的会觉得有时候云是很不可能有那样的形状的，就像个字母，但它真的就是在天空这样你有排列，然拍后是下来吗？如果我遇到这种，我肯定要赶我快用手没有，机拍下我来。没有，因为我没有带手机出来。哦，然后我又不想跑回去拍，因为我那个时刻我觉得其实拍不拍都没关系了，就它会永远印在我心里。嗯我那个时候得到启示就是，不是这个男人爱我，是老天爷、大自然，他在告诉我他爱我。我要用这个爱去做什么决定，我自己决定。但是我收到的讯息，因为那个时候我是感觉我回到了旧有的剧本里，觉得自己没有人爱。但事实不是这样的，事实上我男朋友对我很好，但是我就是不断的会有情绪闪回，就 emotional flashback，会不断的嗯因为小小的一些事情 trigger 到我那个不值得被爱，我不会被我爱的人爱，就是那个老的剧本里面，然后我就会陷入那个剧本里。如果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拒绝看到所有证明我其实是有被爱到的，然后那个时候大自然就会很贴心的给我所有你被爱着的证明。所以天其实呐，对，就很神奇。然后那个天空也特别美，就跟我在那坐了一晚，因为我那天晚上一夜没睡，就一直看着这个天空，就跟我坐了一晚的漆黑形成一个对比。就我感觉我整个人的内心都是从那种漆黑的感觉、无知无明的状态，然后从我问了一个问题得到那个答案，就是你要选择爱，并不一定你要爱这个男人，但你要选择爱自己。就无论发生什么呀，爱自己，哦，这是我收到的讯息。就你要留在爱里，你不要逃避那个，就是看见自己那么受伤的部分，你要继续留下来爱自己。留不留下来爱他，这倒不是最重要的。我不需要通过爱他来证明我爱自己嘛。对，但最重要是在这段关系里，我要学会爱自己。然后，所以我看到这些讯息之后，我就决定留下来了。然后我就决定说，这段关系它并没有阻碍我爱自己。其实我在嗯，任何关系里能不能爱自己，这是我的决定。除非有些对，人真的对我很糟糕，打我、骂我，或者是虐待我，但他没有，他很用心的爱我，但他不是完美的，对，他有时候没有办法以我爱我想要的方式爱的，但是我也没告诉他，所以其实我就是每一次我在亲密关系遇到障碍、遇到这种创伤的情绪闪回，我都会去大自然这里去找到答案，而不是跟伴侣理论啦，要求他要怎么做啦，就是我发现这些嗯，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的补充、填补我们心里的那个空洞。如果我确实们不学会自己爱自己，对，确实，所以我永远在大自然这里，我是得到无穷无尽的爱跟智慧。就是我在大自然是不可能感觉到不被爱的。一旦当我愿意去从无知无明、黑暗的这个状态当中，真的重新擦亮我的眼睛，看到我一直是活在爱中，我一直是被爱的，我不需要去证明，不需要去做什么去赢得爱。就嗯。所以这是我其实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不知道具体要怎么做才能让更多人感受到我感受到，因为我其实发现很多人是感受不到爱的。到大自然里去，他就觉得这有什么？不就是一棵树吗？哎呀，这个嗯，好丑啊！好，这个动物好臭啊！哎呀，这个好不舒服啊，好不安全啊！多数人去到大自然都是恐惧，尤其是荒野，面对对未知，对，对，因为更我们多是一种没有情绪。花时间真的去和大自然产生连接。然后你刚才应该是我说到的，们没有花时间跟自己内在产生链接，因为对，我相信，当每个人去跟自己的本性，就我们的 nature 是本性的意思嘛，跟我们的本性产生链接，他一定会热爱大自然，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大地。对，并且你刚才那个故事，我听完之后的感受是，你在问大自然要一个是否需要留下来的一个答案的时候，你得到的这个结果，或者你得到的启示，和这个问题好像根本就不是一个层级的，而不是对，说我对，去还对，是留，根本不是他爱不爱我，而更多的是对，你管他爱不爱你，你爱你自己吗？我在这儿一直对，都在爱着你，你要学会爱自己。对，就是这个答案对，是更深层的一个爱，对，和男女之对，情好像都有点没有很大的关联。
没有，它跟爱的本质更有关联，所以我经常说，大自然跟我的关系是我最重要的关系。就我能够失去任何人，我能失去我男朋友、我的伴侣、我的父母、我的孩子，甚至，但是我知道，只要我跟大自然的这个关系不断，我永远能活得很快乐、很自由、很幸福。那后来这段关系有成吗？我好八卦，天哪！有啊有啊，我们其实有，就后来第二天，我诚实的跟他说了我的感受，就是以及我为什么要出去一天晚上等等等等，然后我们的关系因为那个其实更深了。是的，对，就感觉我听上去就是你从大自然那边得到的答案是更深层一层的答案，因为你得到了更深一层的答案，所以你的这个亲密关系也走向了下一个阶段，也走得更深了。对，因为我跟我的关系走得更深了，就是在那天晚上，其实是我自己跟我自己对话。就我觉得我爱大自然的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在任何一个人类面前，就据我的记忆来说，很难能在另外一个人类面前如此的接近自我，就是接近我最本真的自我。然后我觉得他比任何的导师啊、教练啊，就人类，就他能够让我去回到最清明的状态，去最接近自己的最高智慧，在自然里得到这种，我知道它是来自于我的，我可以说它是来自于自然的，但其实我知道它是来自于我的，因为我就是自然。只是去到自然里，它能够帮助我回到我的最本真的状态而已。然后跟人在一起，因为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我是反应者，然后我就特别容易受别人的，就在一个人旁边，我就能感觉到他的磁场跟他的脑电波。是很多人是这样，对对对对，高敏感人，我就很难真的去独立的思考，除非我要花很大的能量去制造一个能量网。但因为我天生就是很开放，很容易接收，所以我就觉得在大自然里面那种能量场是最能帮助我回到一个最和平、最智慧的状态，从内在找到这个智慧。然后这种智慧往往是很轻柔的，它不是很大声的喊，像 Tony Robbins 那种，就是非常的大鸡血。对，或者是在国内这种造神的身心灵导师，听我的成功学的各种来听懂掌声，就不是那种。对，它是很微弱的、很细微的一个声音，很 subtle，但是它很打动。它那个声音我听到时候，我就会全身起鸡皮，就是或者是我现在都起鸡皮了。我想到的时候，就是那些时刻，你知道，当你的身体有这样反应，你知道那是真理的时刻。我很好奇啊，就是因为你说你和大自然每一次你去问他一个答案，他都会给你回应。你记不记得第一次你去问大自然是什么时候，或者是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就是你小时候，你是从什么记事开始你就和大自然上有连接吗？还是说因为一个什么契机让你突然觉得，哎，我和大自然的这种连接很神奇？其实对我来说，大自然几乎约等于神。我跟大自然的链接，我觉得这是每个孩子都有的。你观察每个生下来的孩子，他是不是就天生特别喜欢自然？他肯定不会喜欢塑料、人造的这些东西，对吧？如果他有的选择，我宝宝特别喜欢抓那个树叶，喜欢抓对呀，树叶。对呀，他喜欢有生命力的东西，有灵气的东西嘛。但是我觉得很多人是被教育慢慢的就是驯化了。把我们跟自然的这种天然的链接给拿走了。所以我们看宝宝一开始是很开心的，但他越大越受社会的驯化，越躺在室内比较多，他就越来越不开心，越来越失去了那种生命力、活力跟快乐。所以我第一次有觉知，我之前我觉得我跟多数孩子一样，都是跟自然链接很深的。但是当我第一次觉察到我对这个有很明确的觉知，是11岁的时候，如果记得没错的话。11岁开始，刚好我的父母离婚了，我的爸爸差点把我妈给家暴致死，在我11岁那一年。然后我没有目睹这一切，但我看到我妈被打得鼻青脸肿，而且差点跳楼死了。所以我知道这件事情本身对我的整个灵性是很大的一个冲击。然后我会觉得说，那个时候因为如此的痛苦，其实我10岁开始，我在日记上就写下我想自杀这样的事情，就因为家庭从小这个冷暴力很严重嘛，很压抑嘛，我感觉不到链接跟爱，所以我是应该是从10岁、11岁，我记得最清楚是我11岁有开始做每天晚上跟上帝，跟我的上帝哈，我不信任何宗教，
但那个时候我就是对于神或上帝这些词，会只带我感觉到的那个高我，那更大的力量。我会住在城市里，但我会每天去对着神祷告，我会对嗯他说话，然后我会画十字，虽然我不知道那什么意思，但是就好像看到我唯一看到比较有宗教信仰的人，那个时候都是在做这种事情。我家人是信佛的，但是我觉得去寺庙烧香拜佛这是迷信，就我没有感觉那种虔诚。我一感觉到虔诚，就我去教堂看到这些人在画十字的时候，我感觉到那种能量。但是我自己其实不去信任何的宗教的这些教义，我觉得那些都是教条比较多啊。就宗嗯教的本质，我觉得都是一致的，就是爱嘛，爱跟真嗯。理还有自由。那你有看过 我 Bible 吗？有看过有啊圣经吗？有啊然后看有，完之后也不觉得有什么和你有很多共鸣，就是你自己没有就，没有，即我觉便了得唯一解了这些有共鸣的。宗教之后，也不对，我会觉得，了解了，我嗯了解，我很喜欢佛教的思想，但我不喜欢任何的宗教。我很喜欢圣经里面一些故事，我觉得是很有象征意味，像约纳在鲸鱼的肚子里啊，或者是就是这些，我觉得就是灵魂的黑夜的一个象征嘛，就嗯是它很多就是人的一个集体潜意识的意象。然后我也很喜欢一些语句，例如爱是恩慈、良善、忍耐。等等那些话，就我很喜嗯欢里面的很多话。但是那个神，我感受到的神，我觉得那个是最接近我跟自然有一个 conscious relationship，就是很有觉知的关系的那一个嗯时刻，就是11岁的时候。就那个虽然我没有对着一棵树祷告，因为我住的环境那个时候一棵树都没有，在城市的中心8楼，唯一的自然就是一些植物。但是我在那个时候感受到的那个神，他跟我在自然里感受到那个力量是一样的。只不过那嗯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有意识的去有一个仪式，每天晚上大概10点左右，在我睡觉前，在漆黑一片的房间，我会跪下来，我去祷告，然后我会做十字，然后会跟他说我所有那一天的心啊，我的想问他的问题啊，对，就与神对话，对，那是我第一嗯次与神对话。然后之后我就经常把这个在大自然里很自然的会做这些事情。然后我第一次有觉知的跟自然去这样做这样一个对话是 regular 的，就不是在城市里，是真正去到大自然里。就是我19岁的时候，也是我人生第二次大的灵魂的黑夜，就是我第一次谈恋爱，然后很快怀孕、流产、分手，就那个是我人生第一个很大的决心。那个时候就是我每天逃到大山里逃课，然后再对着湖、对着海、对着大山在哭，感觉到我的悲伤被接纳不会被认为是 too much，不会害怕去 overwhelm 我的妈妈，然后她是唯一一个我能倾诉的人吧，那个时候。嗯但我感觉这个能量太大了，我自己都 handle 不了，因为他关心我，我又害怕这个影响到他，又影响我，就是看到他伤心，我又更加，所以我就把他去到一个 neutral 的一个自然的身上，然后就是嗯感觉，他能接住我，然后我在他里面永远能感觉到爱，也能感觉到流动，任何情感能量它不会卡住，它永远是流动的，然后也感叹世事的无常吧，就接受了无常跟流动的状态，帮助我很好去疗愈。并且所以都是被那个时候，男人伤害。你妈妈那一次也是被她老公伤对害，然后你对也是当时被你的男朋友伤害之后，对，有这我这一辈子样的一个，都是被男人伤害，我没有被女人伤害过，天呐！全部都是来自于第一个是我爸爸，第二个、第三个，后面全部的伤害都是亲密关系伴侣给的。对，那你觉得这个 所以我 pattern 在都告诉你什么呢？这个 pattern 就是在给我一个，其实就是按照心理学上讲，就是我跟父亲的关系决定了我很多跟之后的男性的关系嘛，或者说嗯其实看我母亲跟男人的关系，他也很影响，不论是跟我父亲还是他后面的男朋友，就他看到他在里面的角色，以及看到我的外婆，就我家族的所有的女性，她们在对我好的、爱我的、我爱的女人，她们在关系里的这种角色或隐忍吧，就在我眼里看来是隐忍，跟嗯牺牲、跟消耗的这种特质，我觉得对我影响也挺大的。就他没有直接伤害我，他们都对我很好，尽他们所能去爱我。但是我看到这些，就会我觉得是潜移默化的、没有意识的接受这样的一个剧本，就很多都是集体嗯，潜意识的剧本。嗯，是的，在我家族里的一些业力。但是后来的话，我的就像这个现在这个亲密关系，我并没有重复之前的这些伤害。
我没嗯有被抛弃，像我第一段关系那样，我也没有被欺骗，或者是就之前不是有杀猪盘啊什么这些嗯很严重的欺骗跟背叛。我现在这个男朋友是个好男人，他在用他最好的方式爱我。其实我过去三个男朋友，就我过去10年里面三个男朋友都是在尽他们所能的爱我。我前夫也算 OK，但是他没有能力去赚钱养家，所嗯以然后他也背叛过我，但是那个背叛，我觉得对我来说，反正情感没有太大影响，因为我本来就不爱他。其实我意识到我其实不爱他，只是无意识选了一个跟我爸很类似的无能的男人，很软弱的男人，想要改变他，这样拯救他。然后后面我遇到男人，其实我觉得他们本身都不坏，只是我在重复那个旧有的剧本，无意识嗯的重复。然后每一次，因为这些男人都很好，他都坚持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都不会说是你的问题，他们都会说你很好。我之后嗯问过他们很多次，就是我的问题在哪，他们都说你没有问题，都是我的问题，或者什么样，或者是天嗯时地利人和，跟你没有关系，你很好，他们都这么说。我也就是好像接受了，而且身边没有看到一个羡慕的亲密关系的伴侣的一个例子，就很嗯多人都凑合着过日子，那我又不愿意凑合，所以我也之前是说，在安慰自己说啊，其实就是我要求高而已嘛，我并不是失败，但我在这个关系里，这个是最接近我灵魂伴侣跟理想状态的关系里，我看到自己的旧有的剧本还在出来。就有很多的类似的情感的感受。然后我发现，其实来了什么样的人，他都在 play 演那个老剧本。就无论来什么嗯演员，我的剧本一样，他都会同样的情节，我都会作为女主角同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其实我特别跟你讲那一次大自然给我的启示特别重要，就是我觉得大自然是在用它的很温柔但很明显的方式告诉我，你真的得看到你要对做的工作在哪。如果你再不看到的话，你就错过一个很好的转化的机会，并不是错过这个嗯人，而是错过你完全翻写你剧本。就我都不在乎这个人最后留不留下来，或者是我跟他能不能多久，而是我要意识到我的剧本是什么，以及我要怎么样在关系里改。因为我一个人的时候是很开心的，我一个人的时候嗯啥都有，就事业成功、财富什么的，跟亲子关系、健康，一切都非常的好。但是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拥有很长期的、很好的亲密关系，就我想要的嗯那种，要求比较高的那种亲密关系。然后我就意识到，对，是这个旧剧本在作祟。所以大自然它并没有像一个心理学家或者是咨询师那样去点出我这是什么问题，然后给他很多的标签，让我觉得自己很糟糕，或者是分析对方的行为动机跟可能的情感状态、依恋模式什么的，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嗯就是很简单的告诉我：第一，你是被爱的，你是值得被爱，如你所示，你值得被爱。第二，你要先爱自己。然后，嗯在一个健康的人这里，无论你跟谁在一起，只要他是一个健康的男人或人，你在里面，你就要修的是怎么好好的爱自己，而不是期待别人给你填满一个童年创伤的缺口。对，嗯。那自所以，从这个嗯，这个新的启示进来之后，你有觉得自己的生活除了在感情方面发生了变化之外，其他的方面有什么变化吗？它整个就是因为感情是我这个最大的一个能量缺口，或者说唯一的能量缺口。我所有的金钱的损失、能量的损失、情感能量损失，全都是跟感情有关的。所以很多人不是说天蝎不要谈感情嘛，一谈感情就死翘翘，就是嗯就我们的死穴嘛。因为天蝎又用情很深，然后我是群星天蝎跟摩羯又喜欢死磕，嗯就是就是这种又有就是过度牺牲的倾向，就从哦小也看到这个母亲的模式啊，家族女性的模式，然后他们都是无意识的哈，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我还是说有一种在无意识的去重复家族业力，虽然意识上我是完全与之相反的。但潜意识就是会在情感当中不自觉的，就例如我觉察到自己会不自觉想一些悲剧的情景，想一些嗯自己被抛弃、被背叛，在病床上才换来最后他们的忏悔，就这些。但是我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看这一切，很满足。哎，我有觉察到自己小的东西，然后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一刻，自我可怜或者说自我欺骗跟自我毁灭的倾向的这些东西，在
觉察到之后，这个能量的漏洞补上之后，有一股强大的能量，强大的生命能量冲上来，其实就是把受害者的情节给去掉，变成一嗯个我现在是创造者，我要完全我的幸福负责任，所以不是谁的错，不是这个是渣男，不是那个是什么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完全是我把我的潜意识提到意识层面，我要对他负责。嗯我要能够选择自己的思想，跟我的情感体验，跟我在每一个 trigger 面前的应对方式，这些都是我的自由跟我的责任。所以，当我认回自己的责任的时候，那股力量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我再也不是一个任由他人摆布或者是影响的人，我有权利随时随地选择我此刻的感受，是快乐还是悲嗯伤。我的剧情是完全可以我自己来改写，所以这种力量它反映在我的事业上，然后我的事业收入就增加了好几倍。在我这件事哇情之后，对，在那一个月其实是很低迷的，因为我所有的精力都在这种 reaction，在这种情感的触发啊，然后不断的哭呀，各种找人疗愈啊、聊天啊，但是没有任何人跟任何人聊聊，让我有在自然里的那个这么的清晰，因为你跟别人聊天总是会想，我的头脑总是想，那是不是他个人的体验跟他的 总 bias 结他而已啊？自己的，对对，啊，他是他自己的很没有局限的东西啊，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没有任何的东西像大自然给我的启示那么来的那么的让我有 inner authority 内在权威感，就是这种就嗯是从大地经过我身体来的一个智慧，我很相信它。然后所以其实，在那个之后，对我的事业、我的收入就非常非常蹭蹭蹭往上涨，然后我突然做事业的热情回来了。在那之前，我可嗯能有1年多的时间，我都没有做事情的热情，嗯。就觉得非常的累，经常会觉得哦，能量很不想做，低嘛，就像你刚才说，能量非你对你的能量缺口一直在漏电。当这个缺口补上之后，你有这个能量了，不光你的感情上来，你的事业可能也上来了。我不知道你的对这个健康，就我事业身体绝对上。状况怎么样？哇，我身体健康简直了！我告诉你，在这之前呢，我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就是经常有各种痛啊、生病啊，然后每天没有动力去运动。但在这个之后，我的能量唰一下出来了，然后每天徒步，每天中高等的强度的运动3到5个小时。之前呢，我能有半个小时就不错了。然后的嗯话，每天在大自然里待很长时间，每天冥想，每天跳舞，每天写日记，就感恩日记，就整个人状态突然变得很好。所以这就是一种嗯，非常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生命力突突突的往上涨。就是对，当我觉得我终于对我的生命有100%的自主权，就那种一切都等我来创造，然后我有无穷的力量去创造它，这种感觉。是的，这也是我发现我在做人生教练的时候，经常会，包括我自己、我的客户和我自己嗯，都会，就是说，如果一个课题在你生命中出现，你回避它，不去理会它，不管是你去分手了，还是辞职了，还是换个城市工作了，就是你逃避它，不去处理它的话，它会反反复复的在你生命中以不同的方式不断的出现来挑战你。可对的，能今天是对的，对的，感情，明天是事业，后面又变成身体了，因为你会躯体化嘛，对你的这个不管是对不自信呐、还是没有边界感呐、任何课题，你不去处理它，对，它就不断反复的去挑战你。并且没错，同样的，没错，如果你处理好它了，就像你这个故事，他就告诉你，处理好它之后，你本来以为只是一个情感的问题，但结果它除了情感之外，它还可以是事业，它还可以是身体对健康，可以是方方面对面。一方面对。好，整方面都好；一方面差，整方面都差。对的，这也是我最近在冥想的时候，我得出的一个很深的结论，就是嗯我们通常会把自己切成很多块，这一嗯块我去管事业，这块我去管业绩、财富、投资、金钱的财富的自由，这块我去管亲子关系，这块我去管亲密关系，就我们不断把自己切成很多块去处理问题，甚至对，我们会把自己都当成是一个问题。但其实我们只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专注于怎么样夯实在自己喜悦的、爱的、有力量的这种状态里面，就滋养自己的能量。从选择每一个思想、每一种情感体验开始，选择怎么样去动自己的身体，就每天坚持一些好的习惯，由运动或冥想或什么开始，就是去大自然，
大自然对我来说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习惯，每天一定要去大自然。无论你这说的是散个步想或者在让我今天马哪里上就现在就和你聊完天之后，我就出去走一趟。对对对对对，就特别重要，就是其实就是去等于换一个能量场，去允许你自己接触到全新的一个智慧，全新版本的一个自己。就它跟你在家呀，在工作的场合啊，在餐厅啊，就其他所有的场都是不一样的场。它是一个是，更有智慧、更有生命力、更能让你回到最高版本自我的那个场。对，所以就哪怕去走一走，不用运动，但我觉得是，如果你能在那里面舞蹈，就我过去基本上每一天都在大自然里舞蹈了1个月，来了欧洲之后，然后每天都会在自然里冥想，每天就是整个人能量，我是觉得我再也从来没有感觉这么好过。在这个之前，就是在我跟男朋友这个突破之前，就是我会觉得从来没有这么难受，就我生命当中所有的领域都在崩塌的感觉。就是很大的一个反差。然后在我做完这一切之后，我就意识到，真的绝境从来不在外在，从来都是在里。就是我里面好了，一切外在都会开始好起来，或者是立刻就发现，其实外在一直都很好，是我内在崩塌了，所以我看到的东西都是分崩离析，但其实世界一直都很好。对。就是想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像我们这种那么就是容易的和自然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环境，可以马上，比如说我家旁边就是一个开年就可以去爬山。那比如说住在这个国内的一线城市的，一出门都是钢筋水泥，或者是哎呀各种嘈杂的声音啊，或者是有建筑工人在那里，然后他就是怎么用你这种大自然的连接的理念。切合现代当代人的这个生活节奏和他们的周围的环境。如果我们能回到自己身体，其实回到盘古开天地的那个神话嘛，如果有人记得的话，他的肌肉就是变成了山川，他的血液变成了河流，他一只眼睛变成了太阳，一只眼睛变成了月亮，他的骨头变成了大地的石头岩石。我记得这个故事，但是我不记得那么清楚。现在突然让我想到了，我是从小时候在哪儿听到的盘古开天地，当时那种感觉就是觉得，那盘古不就是神吗？他就创造了宇宙啊。对，然后我们的毛发就是草地跟树绿，就是我们的身体真的就是大地。我们经常说，亚马逊雨林是地球之肺嘛。其实我们的肺就是我们体内的一个森林。其实我经常在冥想的时候，我会 dropping 的很深的时候，就进入到身体的深层，我真的能感觉到我的肺是一个森林。如果我们看肺的那个结构，就它不是有很多的像树枝一样的东西嘛？对。然后它有肺叶，有肺泡，它真的就长得很像一棵树，然后上面有树叶。然后我看着进入我的内在，感受我的肺在呼吸的时候，它张开的感觉，就真的很像一棵大树，它在吸收阳光雨露。它的根在地下吸收这个土壤的营养，就一样的。在大自然里发生的一切都在我们体内发生着，所以我有时候很微观，就像我旁边这里有一个小花，是在它这里发生的一切也跟我们在肺部发生的一切是一样的，它跟一棵大树发生的也是一样的，只是宏观跟微观的区别。大自然里不是有很多 fractals 吗？如果我们看蕨类植物一片叶子，它的叶子每一片小叶就组成它的每一片小叶，它都长得跟整个一个大的蕨类的叶子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缩小啊，缩影。对，它这是一个缩影。所以其实我们人体内的很多器官，还有分别，甚至是如果我们能可视化我们的思想跟情感的模式，很多时候它是跟自然是一样的。潜水就像是一个潜入我们潜意识的一个感受，不是像意识层面，不像土、大地那样子，一切都很具象，它是一个很模糊的。所以我经常就觉得说，其实你越探索自然里边的荒野，你越是在探索自己内在的荒野，你也没有被探索过的部分，无论是身体层面还是心灵、灵魂层面。那同样的，你往内在探索的时候，你其实也在探索外在荒野，因为内外都是一样的。在某种程度来讲，我们是合一的，我们不是分开彼此而存在的。大自然的一切都存在于我们体内，我们都是由同样的元素组成的。我们每天在呼吸，其实如果我们足够细致的话，我们会发现
我们呼吸就是一件最自然的事情。因为想想这个气是从哪来的，它不是机器制造出来的，它是这个地球上，尤其是你生活的环境里面，每一棵树，每一个在树林里生活的生灵，包括石头，其实石头也会在做所有这些化学反应，它也会产生气体，包括动物，但最主要是树，嗯它们吸收天地精华，然后去给你嗯，制造出来的这一份礼物。我们每一个呼是。吸都是在跟大自然做最深层的交换，因为你吸到你的丹田，你吸到你的子宫、你的阴道、你的脚趾头，它滋养你身体每个细胞。其实它是一个比做爱还要更深的一种能量交换。对，但我们没有意识到。对，说到这个，让我想到我最近听谁的博客，杨天真的博客，他有提到，就是说小孩子刚生出来之后，前半年他的那个状态，就是我们现在冥想的时候想要追求的合一的状态，就是他和对的，自己的身体和外界那个边界它是模糊的，他觉得自己就是世界，世界就是自己。然后我昨天晚上还和我老公在聊这件事情，我说我们尤其像我这种就是比较灵性的人啊，就是那么用力的去追求这种 oneness 这种合一的状态，结果我们其实生来就有啊，其实生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你是双鱼座嘛，鱼不知道自己生活在水里，对，对，就这种感觉。然后，所以然后我就在想，那合一的反面词是什么呢？我老公说就是焦虑啊。我说我觉得是合一的反面词是分裂，ego，你的 ego 分裂，分裂啊，分裂就对，是我的这个工作和生活要分开，或者是我的家庭和我的事业要分开，就是大家大一个一地和人个是分开的，对，我的心跟身体是分开的。对，是，我觉得这就是最严重的分裂。对，其实对，我觉得回过头来看，我们世界上所有的问题，战争也好，新冠也好，其实都是大地跟人的分裂造成的。就嗯人的思想跟大地分裂了，人的情感跟大地分裂。因为如果人能经常待在自然的这种能量场里，他不可能没有爱，他不可能不和平。嗯，嗯，就是当然人会有需要战争的时候，就像大猩猩一天到晚在森林里，他也会打仗。对，它也会有互相残杀的时候，但那个是人的一种本性的其中的一种健康的自然的表达，但它不嗯会有这么多无谓的伤害这么多无辜生命跟大自然的战争，很多隐形的战争、潜性的战争，还有嗯，很多的这种灭绝自己跟他人的行动，对，是，它毒害自己跟他人的行动，所以这种是对。完全过度的。我觉得新一代的，现在新的这个 Gen Z 啊，或者是再新一代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意识了，不管是环保的意识啊，还是说就是世界和平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啊。那你作为这样一个，因为我知道你的经历其实刚开始是非常崇尚环保的，那对，我一因为开始就是做自然教育者，对你作为对。一个自然教育者，如果给我们现在听众一个 take away 的话，你希望他们能够做什么？既对这个世界有好处，对他们自己有好处。因为如果有的时候我们提到环保的时候，会让别人觉得我在很不性感。对很不性感、很无聊，或者是很嗯，清冷，还要牺或者牲自己，是对很不便捷，然后很给我造沉重。成了很对多的负担。对然后比如说有人对会觉得垃圾分类，我还要给它涮一涮、清干净什么之类的，会觉得是给我自己生活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额外的对工作。对，然后对我没有好处。对，对对对，嗯，那你作为一个大自然教育者，你要怎么去让别人用一种可以接受的方式？其实这个东西也在造福你，造福我们子子孙孙。这个事情你做完之后，其实你自己也会感到幸福。其实我个人一直做的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环保，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我从很早开始就关注各种所谓的垃圾回收分类啊，所有这些少坐飞机、少吃肉啊，我曾经是纯素啊，就是各种我都试过。但我到最后发现，其实大自然不需要我们去做任何一件特定的事情来让它开心。大自然母亲比我们强大多。就我们人类在做这些所有所谓不环保的事情，这些环保是环境保护嘛？其实这个环保词本身它是有misleading 的，它是有误导性的。因为我们做的所有这些，更仔细一点来说，
其实更确切一点来说，我们做的是自残的行为或自杀的行为，它并不是在伤害自然，当然它也有在伤害自然。但是你想想看，大自然它演化了这么多年，它没有人类能不能活下去？它可以，绝对可以。就那么多行星，宇宙里面这么多行星，没有人，它不是还好好的吗？说白了，人类就是大自然身上的一个 bug。然后大自然能够等我们自己作够了，大自然一个响指就能把我们给全部毁灭，我们所有的文明跟科技跟我们所有的野心。但是我觉得大自然母亲她很宏大，她大跟强大到她足以就是可以看着我们自己去作，自己去 figure it out，等我们自己醒悟。反正她其实自己没有任何问题啊。现在我们处于第6次生物大灭绝期间，有很多的生物正在因为人类的贪婪跟污染而疯狂的灭绝，这个是比所有过去自然的灭绝都要快很多的。对这些动物来说，动植物来说，一点也不公平。但是很多人会说，那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对，他可以认为没有关系，但这个就是多米诺骨牌。当一个人没有意识到我们跟万物之间的链接的话，他不会管这些。如果我们意识到最后我们做这些是为了自己的话，我觉得只要每个人愿意去跟自己的内心链接，其实到最后环保是一件很灵性的东西。就是我在舒马赫学院学到的，这么多年我自己实践，就是大自然母亲她不需要我们去拯救她，她比我们强大多了。她要的我们是你要拯救你自己，是你要好好对待你自己。所以我每次去大自然里问他给我都不是啊，我好惨呐，你快救救我吧。就哪怕我去到冰川，像我最近跑了好多个冰川，这些冰川都是在飞速的消融当中。其实我是感觉到很心痛的，因为我眼见的每一年，我每一年都去几次冰岛，都看到这冰川往后退几百米，每一天退1米，几乎。对，就是很急速的。但是我从来去到，我除了感觉到悲痛，我同时感觉到更大是一种力量，一种美跟力量。就大自然，哪怕它所谓正在被破坏跟消失，更大的我感受到是那种力量。他从来没有说好惨呐，你快来救救我。他从来不是一个受害者，他永远都是非常有力量的。所以我感受到他是反而还在安慰我。他说：“你不用担心，我比你想象强大多，你先照顾好自己。”然后还给我很多的爱，反而说的是你现在做的行为其实是在伤害你自己，你不用担心我，你先担心你自己吧。对，你先把自己照顾好，然后只有你把自己照顾好了，你才不会去伤害别人。就你作为一个种族来说，这是他告诉我的。所以我们只需要去做真正的照顾自己内心、照顾自己灵魂的事情，真正的找到内心的爱。因为当我们是从爱去出发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其实都是对大地有益的。有些人他从爱出发之后，他会发现我要做一个画家，看上去好像不环保吧，但其实是最环保的事情。就是当一个人顺流顺着他能量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从爱去出发做事情的时候，这个就是最大的和平。然后的话，有些人反而我这么多年哈，因为我去过绿色和平，我去过很多的这种组织，有些很激进的组织，他反而在打着环保旗号，在做一些我觉得很暴力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对于环保来说，我觉得更好的一个词可能是自爱吧，怎么样更好的爱自己。然后我觉得当一个人真的极度的爱自己的时候，他会意识到爱自己跟爱自然是完全一体的。因为我们就是自然的其中一个部分。我们就是自然，对，我们怎么对待自己的，我们就是在怎么对待自然。我们怎么对待自然的，我们在往自然里撒所有的这些杀虫剂，所有的这些塑料，最后都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当我们意识到的时候，你爱自己跟爱他人跟爱自然是没有区别的。这个角度太新颖了，我之前还真的没有听到过爱自然就是爱自己，爱自己就是爱自然。这个仔细一想确实是这样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就是现代人经常用的塑料，最后被发现即便是在北极南极这样非常鸟无人烟的地方，也可以在这些动物的这些残骸里面发现一些 microchip， 就是一些小的微片微粒。然后塑料同时也抑制着我们人类的这个 reproductive system， 也让我们就是很多人现在人会有一些不能怀孕呐，或者是很难怀孕呐的这些问题，都和 BPA 塑料里面一个主要的一个成分 BPA 有关。
包括我举一个我自己身上的例子，让大家切切实实的，就是说我们两个不是在这里谈天说地，而是确确实实到关系到个人的。我大概是4年前，这已经天哪，已经4年过去了，被诊断出有子宫肌瘤。然后所有的医学界都说子宫肌瘤这个东西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怎么产生的，就是我一问医生，医生都说 we don't know why。然后当时就是非常的愤怒，非常的frustrated。然后我说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原因，如果我都不知道这是从哪来的，那我以后怎么去避免它呢？对，然后我就查各种资料，看各种纪录片，然后 HBO 其实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纪录片，叫做就什么 No Ugly 什么之类的，到时候放在下方的 show notes 当中。那个纪录片就讲到塑料对于女性的这个毁害，然后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荷尔蒙的一些影响，fragrance。paraben 就是这些防腐剂呀，然后包括塑料里面的 BPA 呀。如果我们的这个雌激素和雄激素一直在上下的不断震荡的话，就会让我们的这个肿瘤长得更快，长得更大，并且很难被抑制。这也可能是我不是说完全是因为这个，我当然也有一些有毒的亲密关系会造成我有一些结节和肿瘤，对吧？对。但是我们平常吃的用的，包括抹在身上的东西，真的就会影响我们实实在在的健康。这就是很实际的例子，就是我自己平常没有，当时20几岁，没有特别环保的一个概念的时候，我就是无意识在残害我自己的身体。医学界可能知道答案，但是不想告诉你，也可能真的还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答案。但是我的身体告诉我，我从现在开始，我要用就是所有的这些环保的，包括我的化妆品都是 clean beauty。我不要用这些含有毒的这些 chemical 的东西，然后包括我用的这些 topwear 也都是现在是比如说要么是瓷的，要么是玻璃的，我就是很少会用塑料的。包括给我宝宝用的也都是纯棉的。就是平常的这些细枝末节的这些小小的 awareness， 小小的行动，都会其实最后变成一个长期的有益于你自己的事情，和别人没有关系，就是你自己。你如果真的很多人会觉得环保和我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和你有关系的一个点，和你的身体和你的健康有关系，和你的这个思想也有关系。所以我也是非常非常期待将来的这个新的一批年轻人把这个环保的这个，因为很多人现在说环保，新的一批年轻人太激进了，这些环保主义者太激进了，我并不是这么觉得。但是也就像你刚才说的，大自然根本不 care。你看我宝宝这一代，他们是要生活在这个地球比我们更久，他们肯定更 care， 这个是实实在在关系到他们利益的，对吗？所以我们觉得，尤其是现在我们两个都是妈妈，做家长的真的在这一块要更加的去思考，我们在为我们就将来的这一代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其实我个人会觉得，就是这些物质层面的东西固然非常的重要，但是经历我自己亲身体验的，以及我的其实是很最近的一件事情，我的一个亿万富豪朋友，他是那种月入千万的人，然后呢，他2次得了癌症，2次自己治好，就是完全自然疗法，没有化疗。他的这种癌症都是非常的危险跟难治愈的，不是什么甲状腺癌或者是什么这种容易的。然后他自己治愈的法宝，他跟我说了，因为他2次得了，他在前后是6年的时间里面2次得了，然后2次治好。他告诉我，因为他有钱，所以他能够很任性的给自己找最好的住宿的条件，在大自然里的最好的这个建筑材料，最无毒的各种各样的最好的营养师，最好的厨师，给他做最健康的所有的，就任何一个环节，包括健身什么的，就他都有最好的这个做法。他做到了物理层面上你能做到的极致，但他还是得癌症了第2次。然后这一次就让他彻底推翻了之前的一个经验。就他包括他咨询了很多身心灵导师和医生，他们都发现85%以上治病的原因都是情感，心理层面。他就把最后一个还有毒的东西在他生命里完全剔除了，就是他的亲密关系。其实这个富豪他原来很喜欢我，
他当时其实是在他第二次得癌症之前几个月，他在追求我，然后但是我知道他那个时候他虽然跟前任分手了，但他思想还受前任的这个非常有毒的前任的毒害，所以我没有接受，我只是愿意做他的一个普通朋友。然后我就亲眼见证了他这个有毒的关系，哪怕在分手之后，因为他允许他继续影响他的心智跟情感状态，如何让他第二次有，让第二次就让他彻底的跟这个人说了拜拜，然后他现在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健康。所嗯以从他的这个状态，以及我自己亲身的体验啊，我当初做陪产是就是意识到我自己以及很多的妈妈她的身体状态，决定她是难产还是健康的顺产，最重要的就是情感的因素。所以我并没嗯有做很多医学上的奇迹的东西，但我创造了一些医学上的奇迹，对吧？我上次跟你说过，一个三胎，前三胎都是剖腹产的，在第四胎最大的一个孩子被我弄得顺产，在我的这个帮助下，而我什么都不知道，在医学上可以说我是零的，但是我一直做的事情就是一直握着他的手，抚摸他的头发，跟他说你很美丽，你很强大，然后用我嗯全身心去陪伴他，给他做颂钵疗愈，然后他就自己生下来。然后我的老师就一直说，你看这就是导乐的意义，这就是情感力量对于一对，个女人。所以我知道很多人他一辈子有做很多就是这种所谓的垃圾食品啊，或者是没有太多的运动，或者是他也有化妆，但是到最后心灵层面是最重要的一个健康的因素。所以是，我其实这么久以来，过去10年我都是在致力于心灵的环保，就是我们怎么心灵样去环保，对待自己。对，就我们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去对自己说话，我们潜意识在对自己说什么，我们怎么看待自己，嗯这个是最重要的。哪怕我们怀着对全世界的爱，但我们不爱自己，我们贬低自己，我们容易去很苛责自己，就心灵上不环保，我们投射出来、就创造出来的依然是对这个世界有害的能量。所以到嗯最后，回到最后兜兜转转，还是最重要就是爱自己，把自己爱回来。这样子，你无论做的事情是不是跟直接的跟环保有关，你都在为这个世界做最大的贡献。哪怕这个爱它只会传到给你的孩子这儿或者你身边的人，但你那个力量本身是最强大的一种力量，它会触嗯碰到任何的一切都能够转化它，就爱是最大的力量。这个虚的东西是全天下最强大的力量。因为从爱的出发，有些人说啊，你如果爱地球，你就不应该坐飞机，你就不应该吃肉，你就不应该，就很多人就拿这个来道德绑架。其实大自然不需要我们做这么多教条的东西，它就只需嗯要你每个人从自己出发，以你认为的爱自己最好的方式来爱自己，那你已经在爱自然。所以嗯，就但每个人的选择会不一样，对，但对，大自然是本身没有这个非如此不可的这个，要不然就道德绑架你的这个部分，它没有。所以这是啊，我为什么从环保圈我走出来做我现在的女性成长、女性赋能，其实核心就是还是爱。然后的嗯话就是我爱自然也好，我感受自然的爱也好，我做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活在爱当中，就铆定自己爱的本质，希望让更多人回归到我们是爱的本质这一点，然后嗯从那个发心、那个中心去出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对的，都是对地球有益的。对，哪怕嗯你要吃肉，你要砍掉一些树，你要去坐飞机，做这些好像很不环保的事情，其实把自己活好了，就是大自然母亲需要的，因为她真的就是个母亲。母亲你不需要孩子为你做什么，你只需要孩子自己活得好好的，然后不要来伤害我就好了。对，你说不要伤害他自对己，对他自对，不要伤家长最害自己。重要的责任是什么？不是让宝宝开心，是让宝宝安全。对，就不需要去为他做一些什么。当然，我觉得我很幸运的一点是因为我爱自然。其实我觉得人最大幸福是你能够看到你爱的人因为你的存在而更幸福，而嗯不是被爱。就是我们说的是被爱是一种幸运，而爱人是一种更高的，施比受有福。对，就啊，是施比受有福。你能够爱人，你能够看到有人因为你的爱而变得更好，那种感觉给你的力量，给你的加持，是比你接受别人的爱，你被爱要更大的。反正我个人是嗯觉得是这样，我自己是这样的体验。所以，当你爱着自然，并且你做一些你认为对自然好的事情，就直接对它好。例如，你种一棵树，你今天去做一个垃圾分类，你去救助一只动物，等等，这些很
具体的对自然好的事情，当你感觉到自然有因为你做这些事情而变好，或者你看到，例如我有一个朋友，他在把一个沙漠敦煌的沙漠变成绿洲，他在搞沙漠农业，他在把一片原来荒废的被毒害的土地，让它重新变成有很多很多生机的、有恢复生物多样性的一片天堂。他其实是在疗愈自己内在。他之前看嗯了太多，就巴西有一个这样的摄影师嘛，叫萨尔瓦多。他之前是战争跟各种的大事的这个摄影师，然后看了太多人类的残酷，他自己都要被毁灭了，他内心已经失去了对人性的希望。后来他跟妻子就在巴西把一片荒地用了20年时间，把它打造成一个天堂，就一片大森林，生物听到多样性。这种事情，所以他说。我就觉得天呐，对，非常美。所以他做这件事，他说最大的意义在于他疗愈了自己，他疗愈了对人性的希望，他疗愈了自己的这种内心的创伤。所以我觉得，真的，如果你爱情有创伤，或者是你事业什么被骗了，就在人类的世界里，因为人类的这种人性的丑恶受伤了，最好疗愈自己的方法就是最简单的，你买只猫，领养一只流浪猫，或者是种一棵树，哪怕就种一个小花。你看着一个自然的生命，因为你的照料、你的爱，去茁壮成长，你其实是在疗愈自己。这个就是生态心嗯理学的最基本的嗯点，就人的心，在这个我们因为异化了，就是跟自然越来越分离的过程当中，被异化的过程当中受伤，我们要通过回到它的源头，回到爱自己、爱自然当中去疗愈，不是去做再多的 psychotherapy。心理治疗这种弗洛伊德什么这种，再把自己给分裂、批判、贴标签、贴标签，这对，种只会更深的伤害我们，对于疗嗯愈自己跟关系没有任何的帮助。很多时候，嗯。对，所以回到自然，我觉得真正的疗愈，真正的回到自信，然后记起我们是谁，而不是觉得要改造，这里又不够好，那里不够好。我叫这个叫心灵医美啊，现在很多心时候都是灵医美，心灵医美。对呀，就加你原来是滤镜，好的，对，对呀，结果被他说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够好，一定要这样，像我这样才，其实他并没有帮助我们疗愈，而是让我们变得表面修理好了，但是内心还是他没有解决根本的那个问题。所以嗯，我觉得生态心理学是真正的出路。对，就因哇，为我今天们的我们的灵听到了魂，好多让我觉对，得很有意思的词，生态心理学、心灵环保和心灵整对，容、心灵医美。心灵医美，对对，太有意思了！还有因为今天我嗯，最觉得感同身受，也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 take away 就是爱自然就是爱自己。对的，爱自嗯，然就是爱自己，爱自己也是爱自然，爱自所以己也是从爱自爱自然。己开始。对，嗯从自己开始做起就够了。然后我觉得，如果你说最直接的一个建议，就是能够每天去自然里，哪怕是5分钟，或者是去自然里，不代表着你一定要找荒野，你就养这一棵小草小花，或者跟这个小草小花对话个几分钟，摸摸它，看看嗯，它，浇浇水，感受一下它，用你的五官五感去感受一下它，或者就跟一只猫，一只猫也是自然。是对，就是。看着月亮，看着星星，这都是自然。其实我们对自然的理解有时候很狭隘，或者是就是抚摸一下自己的身体，看是的，看一下自己，都是自然。前段时间我看一个调查说，就是正像家里面这种盆栽植物，如果你剪嗯，掉它们生长的比较好的这些叶子的时候，它们是会尖叫的，只是我们人类的耳朵听不到它那个不到，频次，我们是接对收不到，但是这个有一些仪器是可以接收到。当你砍掉一棵树，剪掉对，一个它们的这个枝叶的时候，它们是会尖叫的。我当时听到这个理论之后，我每次看我们家的树的时候，我都确保那个树叶是枯黄了，我再摘掉。我都会想啊，天，现在在尖叫，我都心里面会很难受，就是那种慈悲心起来之后，看什么东西都是有生命的。它们也确因为我实是有生我之前命的。是有感受有感情。我之前的工作单位就香港加道理农场，他们有那个意大利生态村的机器，就把它接到每一棵植物上，它会根据植物发出那个振频，去给你呈现出不同的歌曲，这样你就能听到每一个植物它的歌声是怎么样。然后你天呐！剪它的时候，你在怎么拨动它的时候，它会有不一样的频率或声音出来。所以你能很直观的听到跟看到你对这个植物的频率的影响。对，是，
对，或者是我们如果有足够无聊的，可以做一个实验，两棵植物同样的条件下，每天对其中一棵说我爱你，我爱你，就带着好的，另外一个每天说你好丑，你好丑，就算你没有剪它，它绝对会有很不一样的效果。是的，对它们长得也会不一样。我也听过这个实验，就是你的这个不要 verbal，就是对它们的这个对 compliment 也会影响它们的生长。对对，之前那个是对水的实验，因为水也是有记忆、有感情的，然后更不要说动植物了。对，所以其实万物都是有灵的，石头也是。所以其实当你看得很深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以为是死的东西，它也是自然。你背后的桌子，它也是自然。它在适当的条件做的呀，对啊，对啊，它在适当的环境下，它会生长出来一些东西，它会重新成为生命。它每一刻都在用它自己的方式，在跟这个世界互动着。只是我们可能时间拉得不够长，或者是速度调不够快，我们看不到它的这个改变。但其实它是有生命，它不断在跟周围的元素有互动，就像我们一样。所以其实大自然其实无处不在的，但最直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身躯。对，我们身体里藏着千山万水，是我们的灵魂本身是大自然里的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我觉得我昨天在跟我女儿看那个《冰雪奇缘2》，它里面就讲到说，那个艾尔莎公主她是大自然除了风火土水四大元素之外的第5元素，就是人跟自然这个桥梁。就是人嘛，其实人就是大自然的其中的一个元素，或者说我们的灵魂。我觉得就是这个，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我们的心也是自然，虽然很虚，看不到，但它就像重力一样，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你看不见，但它随时都在起作用。太棒了！今天和普普聊完之后，我又觉得自己像充电般一样，每次和你聊完天之后，我的这个能量都会一下子爆棚很多。我也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魔力，给我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反正我也希望这样的能量能通过我们的播客的形式传给更多的人。谢谢你，谢谢你。对，那最后普普还有什么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吗？如果用一句话总结的话，可能我想还是用那个英文词吧。如果大家能记住一个英文词，今天就是 nature 就是自然，它也是本性的意思。所以回归自然就是回归我们的本性。自然就是我们的真的 nature 它也是本性的意思。回归自然就回归本性哦，太喜欢了！哇塞，本期播客的金句高光出来了。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分享你的故事和心得。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特别想听的话题呢，也请一定要告诉我，期待与大家一起交流，一起成长。那如果你想通过更专业和更系统的教练对话来提升自我认知和幸福感，激发内在潜能和智慧，也可以预约我的1对1教练对话，预约链接就在下方的 show notes 当中。我的播客《爱与自由》音频版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和 Spotify 上听到，完整的视频版可以在哔哩哔哩和 YouTube 上看到。如果你对我的短视频感兴趣，也可以去关注我的小红书和抖音。最后，希望大家都能活出爱与自由的人生。我是 Shayna， 我们下期见，拜。